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之道频道，我是老蔡。今天聊一件关乎每个人钱袋子安全的大事，特别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老华侨，请打起精神听仔细。我们平时去银行，比如花旗、华美、国泰，总以为钱存进去就稳妥了。现在手机转账很方便 ，CLA、Venmo 等工具秒到账，用来发红包、分摊费用很顺手。但老蔡要敲个重警钟，这些银行宣传的便利工具，弄不好就成了手机里的财富黑洞。一旦钱通过这些渠道转丢，哪怕您打爆电话、跑网点哭诉或报警，银行往往冷冰冰地说，这是您本人操作的授权转账，我们无法赔偿。这话很寒心，背后的法律陷阱和金融套路，如果不讲明白，很多人可能到老都不清楚积蓄怎么被合法收割。在深入讲解前，老蔡恳请大家，想在这个数字时代守住养老钱，获取华人资产安全资讯，请务必订阅健康之道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如果您或朋友曾遇转账问题，或想领取美国银行防诈骗实战手册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平安。这不仅是为彼此祈福，我也会根据反馈，在后续内容中做深度解析。咱们书归正传，很多老朋友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，习惯了开支票、刷信用卡，总觉得美国银行制度完善，监管严格。过去确实如此，信用卡被盗刷，一个电话往往能追回，因为有完善保障机制。但问题就出在，现在银行拼命推销的即时转账服务，完全是另一套规则。您有没有发现，一打开手机银行 APP， 它就弹窗提醒您绑定手机号，开通 ZLEA， 银行告诉您，转账不用等，几秒钟就到，像现金一样方便。但老蔡今天要揭穿一个冷酷真相，银行这么卖力推广，根本目的是为了省掉处理支票、人工汇款的高昂成本。更关键的是，在法律层面，这种即时转账成了银行近乎完美的免责工具。在银行设定的逻辑里，您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，这笔钱就不再是数字，而等同于您亲手把一叠现金交给了对方。您想想，要是您在马路上把现金亲手交给一个骗子，您能指望银行从他口袋里掏钱还给您吗？显然不可能。而 Zelle 这些 APP 就是您在数字世界里递出现金的那双手。为什么银行敢这么理直气壮的拒赔？这涉及一个关键法律概念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E条例，也就是 Regulation E。这条例原本是保护消费者的，规定如果是未经授权的电子转账，比如密码被盗，银行必须负责。但现在的骗子太精了，他们不偷密码，而是通过社会工程学偷您的信任。他们会伪装成银行客服，利用改号软件让来电显示成银行的官方号码，然后说您账户有异常，诱导您一步步操作。当您觉得自己在保护账户，亲手输入金额并确认时，在法律上这就成了授权交易。银行会拿出那份您从未仔细读过的几十页的用户协议，指着小字说，钱虽被骗子拿走了，但转账是您本人操作的，这叫自愿转账，银行不予赔付。这就是老蔡说的最阴险的法律陷阱。银行利用了法律滞后性，把技术风险、社会风险全转嫁到对高科技不太熟悉的咱们中老年人身上。我讲个真实案例，就发生在我们社区一位老听众李阿姨身上。她在美国30多年，攒了7万多美元养老钱。有一天，她接到电话，来电显示清清楚楚是银行的官方号码，对方不仅能报出她的全名，还能说出他最近在哪家超市消费过，语气非常专业。对方说，李阿姨，我们监测到您的账户有异常登录，为了安全，请您通过 Zelle 来把资金转到我们新设的安全保护账户。李阿姨被吓坏了，在对方指导下分2次转走了18000美元。电话挂后，她越想越不对劲，第二天一早跑到银行，柜员却说银行根本没有这种保护账户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银行书面回复说，收款人已及时提现，且转账由李阿姨本人手机完成，银行无法赔偿。李阿姨当场就瘫在了银行大厅。这就是咱们华人长辈在美国面临的真实险境。骗子利用我们对银行权威的敬重，银行则利用法律条文逃避保护责任。那么，为什么 Zelle、Venmo 这些 APP 会成为骗子的天堂？因为它太快了。快的不给您任何反悔机会。以前办汇款，尤其大额汇款，
银行可能有24小时审核期，您还能通过止付指令拦截，但即时转账的设计初衷就是不可撤销。等您发现不对劲，骗子早已通过复杂洗钱手段，把钱转到海外虚拟货币账户或曲线消失了。在这些大银行的逻辑里，效率高于一切。他们为让年轻人觉得好用，为降低自身运营成本，牺牲了最基础的防火墙。对咱们习惯稳扎稳打的老一代来说，这种快不是方便，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。而且大家要注意，现在这些转账 APP 往往只需一个手机号或邮箱就能转账，这给了骗子巨大可乘之机。他们可随时更换账号，在网络世界里蒸发。老蔡在调研中发现，针对华裔长辈的骗局已进入精准收割阶段。骗子手里藏有我们的个人资料，知道我们在哪家银行开户。这种背景下，如果我们还开着秒到账功能，就像把自家金库后门敞开了。所以今天我必须告诉大家那个必须立刻关掉的功能。有朋友问，我平时不用 Zelle， 它是不是就是关着的？不一定。很多银行更新手机 APP 时会默认开启这功能，或者您只要绑定了手机号，别人就能在系统里看到您。我建议每位观众今天看完后，立刻打开手机银行 APP， 去设置里找 Zelle 或即时支付选项。如果您不常用，或根本不打算用它和陌生人交易，请务必找到启用到停用的开关，把它关掉。或者您可以给这功能设置一个极低的每日限额，比如设成0或50美元，这样即使手机丢了或一时糊涂被骗子诱导，损失也能控在极小范围。咱们长辈要明白，在数字时代，慢就是稳，稳就是平安。为什么老蔡一直强调咱们要守拙？因为在这个快节奏社会，所有便利都带有价格标签，我们要学会拒绝那些被包装的天花乱坠的金融创新。如果您真要给国内孩子汇款，或给朋友转钱，走正规柜台电汇程序，或开传统纸质支票，虽然等2-3天，虽然可能要付点手续费，但那是受法律全面保护的交易。在那几天处理期里，如果您发现被骗，还有机会通过银行止付指令把钱拿回来。这就是我说的保命思维。千万别觉得用 APP 转账很时髦，在骗子眼里，那不是时髦，而是好下手。咱们再聊聊那些在微信、脸书上认识的所谓投资专家或知心好友。现在华人圈里非常流行一种叫杀猪盘的骗局，骗子会耐心和您聊几个月，每天嘘寒问暖，比亲生子女还体贴。等您完全卸下防备，他们就开始介绍高回报投资项目，让您先投1-2千试试。很多长辈试了，发现 APP 里余额增长了，还能取出几百块。这时骗子会诱导您投入全部家产，转账方式往往就是让您通过 Venmo 或 Zelle 转给所谓的个人经理。等发现取不出钱时，对方早已无影无踪。您去报警，警察会因是自愿转账而处理缓慢。您去银行，银行会拿出合规文件说，这是您自己按的确认键。老蔡在这里语重心长说一句，凡是网上认识没见过面却教您赚钱的人，全都是骗子，一个都别信。现在的骗术已进化到利用人工智能克隆声音，到了2026年，这技术已成熟到让您分不出真假。您可能接到孙子电话，声音一模一样，他在电话里哭着说，爷爷，我在外地出车祸了，撞了人要赔钱，对方不让报警，您快用 Zelle 给我转5000块救急。在那极度焦虑的情况下，您根本没时间分辨真伪。老蔡教大家一招，只要涉及钱，无论对方声音多像，哪怕视频里看着也像，一定要挂掉电话，用您平时联系他的固定方式重新拨回去确认，或者家里设定一个只有核心成员知道的保命暗号。如果对方说不出这暗号，不管他怎么哀求，绝对不要转账，保护好自己财富，就是在保护晚年尊严。很多长辈被骗后不敢和子女说，怕被嫌弃，最后心情抑郁，身体垮掉，这才是最大悲剧。我们要学会识破银行的免责话术。当您在 APP 里点转账时，常会弹出小窗口，上面写满英文，大意是请确认您认识接收方，且交易不可撤销。很多人习惯性点确认，老蔡告诉您，那个确认键就是您放弃法律追诉权的签字。在未来银行业务中，类似免责机制会越来越多，银行正把自己变成纯粹管道，他们赚管理费，却不想承担任何风险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健康之道频道，我们要替华人群体说话，揭露被繁杂法律术语掩盖的真相。咱们华人在美国，守法是本分，但懂法是本事。只有咱们自己变聪明了，那些高科技陷阱才没法收割我们。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手机安全。很多长辈习惯把银行密码写在手机记事本里，为方便开启所有自动登录功能。老蔡建议，凡涉及大额资金的 APP， 一定要设手动输入密码，千万别贪图几秒钟方便搞自动保存。如果手机丢或被盗，那些自动登录功能就是骗子的加速器。同时，一定要开启银行账户的2次验证，也就是双重验证 2FA。任何转账操作，除了输密码，银行必须向您手机发短信验证码。虽然听起来有点麻烦，但这是目前最有效的防线。骗子想转您的钱，拿不到动态验证码，他就无法得逞。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，我们要有逆向思考能力。为什么银行要把转账做得这么快？因为快了，您思考时间就短，犯错概率就大。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如果您真要转大额账，哪怕对方是亲人，转账前也要等5分钟，去喝口水，定定神。转账前如果不确定账号对不对，先转1毛钱过去，让对方确认收到，再转大额。这种1毛钱测试法救了很多人的资产。千万别觉得这1毛钱麻烦，它可能是您几万块养老金的救命稻草。咱们再说个更宏观的问题，现在美国银行业正面临巨大转型，物理网点不断缩减。以前咱们有问题可找银行经理面谈，现在打电话给大银行，往往是漫长的人工等待。这种服务质量下降，直接导致我们在遇到紧急财务危机时，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有效拦截支持。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。您要把银行账户看作需要亲自守卫的堡垒。如果您不经常检查账单，不了解这些 APP 扣费规则，就是在给风险留后门。老蔡在过去几十年里见过太多因一时疏忽而倾家荡产的案例，有的长辈信错了人，有的点错了链接。我总结出的核心教训是，在这个充满陷阱的金融世界，只有2样东西可信任，一个是白纸黑字的证据，一个是咱们自己冷静的大脑。我们要建立属于华人自己的资讯互助网，互相转告新骗术。当您看到这些内容时，请把它分享到亲友群、同学群、同乡会里。也许您的一次点击转发，就能保住另一位老友晚年的安稳。这不仅是积德，更是咱们社区的自救。保护财产是持久战，它不仅是跟骗子斗智斗勇，更是跟自己的贪念和懒惰做斗争。贪图高回报，就容易进杀猪盘；贪图操作快，就容易进即时转账陷阱。老蔡一直强调，咱们长辈安度晚年，求的就是一个稳字。如果您的钱在银行里能应付医疗和日常开销，那就足够了。千万别去追求那些听起来神乎其神的互联网虚拟投资，那背后的风险不是咱们这年纪能承受的。到2026年，老蔡预判美国银行业法案可能会针对这类即时转账纠纷进行修订。现在已有很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在抗议，要求银行在面对老年人转账时承担更多调查责任。但在那天真正到来前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法律是冰冷条文，但生活是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子。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仁慈上，我们要主动去学习如何操作复杂手机设置，主动询问看不懂的英文条款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在现在金融环境下，不再是励志话，而是生存口号。我们要认识到，这种秒到账大坑其实是整个现代社会速度至上、效率至上的副作用。作为老蔡，我宁愿大家走得慢一点，也要走得稳一点。在这个数字化、智能化洪流中，我们要保持那份老辈人的稳重和谨慎。我们要学会对那些诱人便利说不，学会在转账前多问一个为什么。只有这样，咱们晚年生活才能像健康之树一样根深叶茂、安宁长久。在这个充满套路的时代，老蔡最大愿望就是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我们要活得长久，更要活得有质量。如果您辛苦攒一辈子，最后因这些电子陷阱导致晚年生活窘迫，那真令人痛心。所以我们要紧跟时代，要懂法，要守法，但更要用法。法律是武器，握在谁手里，谁就有话语权。别让您的善良和对科技的陌生成了别人收割您的工具。我们要警惕那些打着理财规划、
名义接近您的陌生人，很多时候他们是未完成某种不可告人的业绩，而最后承担风险的只有您。今天关于美国银行转账风险与 Zeller 等工具的内幕解析就到这里了。这些细节关乎您的万金，如果内容让您有所警惕，请务必转发给亲友，尤其是习惯手机操作的退休老友。您的分享或许能在关键时刻保护他们的财富。请订阅健康之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持续获取关于资产安全、税务预警及美国生活规则的深度分享。请在评论区打出平安，让我们在2026年一起守护财富尊严与安稳晚年。若有银行开户、转账被骗或法律申报的疑问，欢迎留言，我会在后续内容中解答。让我们共建华人的资讯避风港。记住，资产平安是晚年最大的福气。最后，对于犹豫是否关闭即时转账的朋友，建议保留一个小额账户日常使用，同时将大额积蓄放入未绑定第三方 APP， 甚至未开通在线转账的静默账户，实现资产隔离。在风险无处不在的今天，分级管理财富就是为晚年购买的最佳保险。不怕麻烦，才能换来安全。我们华人奋斗半生，晚年值得一份真正的安宁，这来自对财富的掌控与底气。愿每位听众都能如健康之树，经风丽雨，安如磐石。感谢收听，记得留言，平安，下次再见。